你们之间的感情一定不一般，没错吧？爱之深，恨之切，你这个前女友对你的感情一定不浅，不然不会拉着现在的未婚夫夺走你最重要的东西。所以记住了，论心思，你可猜不透女人。 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你不也没睡吗？过来，喝一杯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失眠。那你的人生会不会太顺了呀？你无法体会到一个失眠的人能酣睡10几个小时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失眠？ 因为孤独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勇气。时间都知道，它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们想知道结局是否美好。如果再次相遇，我会用尽力气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，你留给我最初的心，最初的你。我要时间，你留给我满天的星，陪我远行。就算时间老去，就算无关心意，慢慢靠近，调整呼吸，相遇而又到水里去。我要时间都留给我，云的安静，风的调皮，和你看年华日夜交替。我要时间，你留给天气还不错。易总，你什么时候来伦敦的？
你来这儿该不会是生意上的事情，顺便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你。你第一次来伦敦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找人？还没吃饭吧？前面有一家不错的馆子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找人。走了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伦敦，但此刻我感觉这里好陌生。没有胃口。还在担心嘉诚？他这几天一定过得很糟糕，东西全都丢了，身上也没有钱，住在哪儿啊？吃的什么？怎么生活呀？全都不知道。他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局面，我还给他火上浇油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就不应该放他来英国的。他是成年人，做出任何选择都要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后果。你没有必要自责。再说，你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对吗？问题就在于我知道，我明知道这场比赛嘉诚没赢，对他的打击很大，可我还是心存侥幸。也许这个选择压根儿就是错的。如果当初我拦住他，他没来英国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了？既然你吃不下，陪我去个地方吧。来伦敦这么多次，还没有上去过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去看看？可是，漫无目的的找毫无意义。我已经托关系帮你去找了，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。还有，你另外一个身份是我的特助，你得听我的。怎么样？没后悔和我一起上来吧？这是私人 VIP 包厢，本来今天是不开放的。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？我跟他们讲，你是来找男朋友的。如果我没有在你找到男朋友之前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在伦敦眼跟你表白的话，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可能要永失我爱。这个理由还不错吧？那他们真的相信了？嗯，还祝我成功了。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？易总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。既然上来了，不如好好享受一下。Cheers。泰晤士河、大本钟、滑铁卢，以前还真没有想过会站在这个角度去看伦敦。什么？哦，我的意思是，之前这些都是在杂志上看过，从来没想到能站在这个角度上去俯视他们。你的攻略做得很详尽啊。
也不知道嘉诚有没有时间可以来看一看。不过他应该没有这个心情。看来你是很爱他。嘉诚是我早已认定的人，这辈子就只有他了。你怎么就那么确定就是他了呢？不需要确不确定，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。当你看到他，你就会知道。坐吧。这儿的主人不在，我们随便这么进来会不会不好啊？说来也巧，我也算是这里的主人。哦，这里是一家在伦敦的公寓，只是我小姨在伦敦待的时间比较长，她会经常住在这儿。看来我们来的不是很巧，不知道她又跑到哪个国家去逛去了。这是你小姨？嗯，可是看起来很年轻啊。她没比我大几天，只是辈分比我大好多。我妈妈是我外公和他前任太太生的女儿，我小姨是我外公和他现任太太的女儿，是易钦东的妹妹。这么解释你懂了吗？那是不是说明你跟他关系也不是特别？他对我们家族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，我们又是一起长大的，所以关系很好。嗯。你随便找个房间去休息吧，顺便调整一下时差。嘉诚如果看到你的邮件，肯定会给你回复的。实在不行，明天我再请伦敦的朋友帮你一起去找。谢谢易总。这不是嘉诚的话吗？你确定是嘉诚的笔记？我当然可以确定，因为这就是他这一次来这儿参赛的作品《灵鸟》。可是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？怎么走啊？你有朋友来接你吗？没有，还没来得及通知他们。有来接我，跟我走吧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坐地铁就行了。你有钱坐地铁吗？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跟我走吧。你怎么亲自来接我呀？哎呀，你难得回来一趟，当亲哥的当然得来接你了。终于换男朋友了。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易总。叶嘉诚，叶设计师。你们俩认识啊？岂止认识，我们还打过交道呢。叶设计师跟我们易茂可真是有缘。你是易总的妹妹？是亲妹妹。我比她好看吧？我们顺路带她回去。来，给我，走吧。走吧。我到了，再次感谢你。你已经说了很多次了。对了，那个钱我会尽快转给你的。倒个时差，睡个好觉，钱的事情以后再说。谢了，拜拜。拜拜。
来了。阿姨，对，我回来了。嘉诚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姐去英国找你了。师姐去英国找我了。叶嘉诚，你是怎么认识的？你们俩怎么会一块回来？捡来的。捡来的？别老逗你哥玩啊！我没逗你玩儿，他喝醉酒倒在我车前，我一看他是中国人，我就帮了他一把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善心了？你说那伦敦街头的醉汉、流浪汉多了去了，没见你捡一个别的，偏偏捡了一个叶嘉诚。哎，他跟易茂到底什么缘分呀？你们俩之间不会有什么瓜葛吧？看你们表情就看出来了。还不是因为易佩那臭小子？他是小佩身边的人。他是易佩找来的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，格兰城的配套中心就是由他设计的。不过他现在已经不管事了。喂，他跟他们院长的千金分手以后，就离开了建筑设计院，所以这个项目自然也就不归他管了。他的现任女友是易佩的特助，一个叫石简的女孩。这个女孩可不简单，她的前男友叫常进，是我的手下。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跟易佩搭上线的，抛弃了她的前男友，跑去给易佩当特助。你说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，易佩凭什么对他那么青睐有加呀？啊？我看一定是易佩那臭小子不怀好意，一边打着赵文文的如意算盘，另外一边三心二意的想在自己身边安插一个小蜜。可偏偏不巧，石简看上了叶嘉诚，弄得那小子五迷三道的。你说这女孩是不是不简单？你这人还挺八卦的嘛。知己知彼嘛。更何况是易佩那边的事儿。不过这些事儿，也只是一些花边新闻罢了。我在英国的时候也听了不少的风言风语，说你离开了地产公司，现在由小佩掌管易茂地产。我准备自己出来开一家地产公司，现在有很多人想跟我合作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让易佩那臭小子独霸易茂的。你们两个的斗争我不管，我对易茂呢也没有兴趣，我就是回来看爸爸的。石简，你电话。石简。喂，阿姨。喂，请问你哪位？我是易佩，你是叶嘉诚？易总，易总，你也在伦敦？石简和你在一起吗？你在哪儿呢？石简一直在找你呢。你等一下。喂，嘉诚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昨天就到伦敦了，给你发邮件，你有没有收到呀？我现在就在你家里面，我和阿姨在一起。你在我家？哦，好，拜拜。嘉诚他已经回国了，我想立刻就回去。你回来就好了。你看你不在的日子里，你的这些花花草草，我每天都给它们浇水，就担心，要是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没把它们照顾好，你回来就会找我算账了。怎么会？这些花花草草看起来，比我走之前还要好。对不起啊，嘉诚，我不应该在你去伦敦期间怀疑你和宋小金的。其实是我不好，我当时不应该故意气你，脾气那么躁，没控制好情绪，害得你那么担心去伦敦找我。我一听说你出事儿了，又一直都联系不上你，
所以我这心里面就七上八下，跟丢了魂似的。我就不管不顾，就想着一定要见到你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谁知道在伦敦会发生那些事情？事情一切的发展和变化都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快，和我想象的也不一样。我当时想着好好参加比赛，拿了奖金回来之后呢，这样以后给阿姨治病的时候，我们手头就能更宽裕一些了，不是吗？我不在乎，你有没有拿奖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平安的回来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自辞职以后，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奖项上。我知道伦敦的事情对你来说打击一定很大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先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，不要再去想了？因为灵鸟将来一定会被实现的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那个天台上，我向你指的那个方向？因为灵鸟将来一定会在那儿出现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安慰我了。我没有在安慰你，我和你说过，未来我是可以看到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总把未来说的那么美好，你看得见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假象，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好，就算灵鸟现在真的不属于你，但这也完全不阻碍你作为建筑师的发展。能不能先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，因为这些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灵鸟是我的毕业作品，你不是作者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失去它的痛苦。你说的未来，也许你自己看得见，可这一切都离我太遥远、太渺茫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，我不想再说这些了，我只想一个人好好待会儿。丽亚，这蛋糕的味道确实不错啊。那你就多吃点。外公，哦，小姨，小佩，抱一个。全家人都到齐了，就差你了。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先坐下吧，吃点蛋糕。这个蛋糕呢，是碧雅从伦敦特意带回来的海绵蛋糕，我最喜欢吃了。我这叫千里送蛋糕，礼轻情意重。昨天回来的？是啊，我听爸说你的易茂地产做得风生水起的，恭喜你啊！这多亏外公平时各种鞭策，也要感谢舅舅愿意让贤，愿意提携。我只是努力做到不负众望。太谦虚了。老易，该做理疗了。好，来，你们难得见面，慢慢聊啊。我刚到英国，你就走了。我本来还想去看看你的，你是真不给面子，让我扑了个空。我只能赶回来给您请安了。你去英国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我只是陪一个朋友去找叶嘉诚，没想到叶嘉诚在伦敦遇到了你。你这个朋友不会是叫石简吧？哟，你这消息够快的啊！赵文文没少跟我提起他，你这个特别助理可不一般哦。你们俩联系的还挺密切。之前他在伦敦找过我，你不会一直都想让他在外面晃着吧？你就不怕他毁掉婚约，不跟你结婚啦？我说易佩，这不像是你的做事风格啊！你不是一直都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吗？好吃。那你呢？那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你不会打算一直单着吧？吃你的蛋糕吧，讨厌。易总，
小心烫。谢谢。我该不该问，为什么这么晚你还在这儿？去了伦敦2天，手里的一些工作都积压了下来，所以我就想趁现在赶紧加班把它处理掉，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把工作给耽误了。是和叶嘉诚吵架了吧？他的心情，我能理解。自己的所有心血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他心里头憋屈，有火很难发出来。对方是他的前女友，又是曾经一手提拔他的导师的女儿，叶嘉诚他不可能狠下心来撕破脸皮。对方也是拿准了他这一点，所以，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。可我只是想让他往前看，因为未来他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受到任何的影响。可他就是不愿意相信我。那是你这么想，叶嘉诚在你心里头是最有才华、前途不可限量的。可你应该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立场去思考这件事情。恰恰是这种有才华的人，才往往受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。更何况，对方是从他最看重的专业的名声下手。那我应该怎么帮他呢？都交给时间吧。等这一切过去了，回头看看时，都不是事儿。谢谢易总。喂，文文，你回来了？在外面飘够了，我决定班师回朝，明天凯丁车厂见。哎，易总，文文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赶过来了。你也在啊？这位是嘉诚。你也来了。易总，易小姐，你也来了。我之前一直给你发短信，先把钱打入你的银行账户，可你迟迟没有回复我。不用着急啊，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？回头再给我就好了。这位是我小姨，伊比亚。您就是那位收留嘉诚的好心人。你好，易小姐，谢谢你在嘉诚困难的时候帮助他。哦，你就是嘉诚的女朋友啊？嗯。Hello, everybody！ 真是给我面子啊，都到齐了啊！你把大家约在一起，想要干什么？今天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文文，好久不见，你有什么新的消息呢？那既然都来了，我们先玩2盘啊！没事吧，嘉诚？真棒 ，OK 吗？来，李总，
再来一次。别呀，师姐，咱俩比一局。好啊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师姐，你第一次开就开这么快，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吧你？我没事。来，小心点。慢一点啊！怎么了？好像有点扭到了。来，看看人家男朋友，什么时候你也可以这么温柔的对我？你先温柔对他。你好了。哼。嗨。我怎么觉得你看到我一点都不激动啊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也不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。我想给你个惊喜呀，提前跟你说了叫什么 surprise。再说了，就算我提前告诉你，你会自己来接我吗？还不是让张凯来接？哼。什么时候走？不走了。这次打算待多久呢？你没听懂啊？我说我不走了。外面的世界我看的也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呢，这次是可以回来，好好把我们的正经事办一办了。切，我爸妈还有外公不是老催着我们把婚事给办了吗？哼哼，听到我主动说要嫁给你，是不是特别激动？还真没有。我知道你口是心非。在欧洲的时候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心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未婚妻啊？你就不怕你这样，回头你的未婚妻再跟人跑了？你哪次回来能待够3个月的？玩腻了，你自然会走的。我是认真的，我不走了。我要跟你结婚，我要跟你结婚，这就是我回来要宣布最重要的事情。很痛。现在知道痛了。刚才开车的时候开得那么疯，你就不知道怕吗？谁让你不理我，还对我这么冷漠？我一生气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你生我的气可以说我、打我，干什么都可以，
干嘛非跟自己较真过不去啊？所以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吗？其实嘉诚，我那天咱俩吵完架之后，我回去有认真想过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那件事情。林鸟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可如果现在一时半会儿真拿不回来的话，未来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，不是吗？所以，不管未来有多难，都让我陪着你一起走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。嗯？闭上眼睛。手。睁开。哇，好精致、好可爱的小狐狸啊！不止一只，有2只呢。怎么不早一点拿给我呀？这是我当时在英国买的，看到它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莫名的想起了你，一直没有机会给你，送给你了。我喜欢。没能把奖杯拿回来给你，就送你这个了。奖杯不重要，还是这个好。OK， 就让这些都成为过去。我要重新开始。哎呦，说实话，我今天是不打算来了。要不是高总你接二连三的给我打电话道歉，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再谈下去了。啊，高总，你在电话里说给我打折，你可得说话算数啊！啊，对对对，打什么折？这不还有2个月就年底了吗？大家做生意嘛。马总，这之前的咱就不提了，今天咱主要说这个计划里面的内容。您看您有什么要求提出来，我们尽量去满足你。高总，你们设计师就他一个设计师是吗？当然不止我一个，马总，工作室有设计团队，大家分工协作，都是专业的建筑设计师。我主要负责您的别墅，不过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会尽全力去完成您所有的要求。啊，对，好吧，当然，你负责，我也满意。哎，我就要这个，你们给我抄一个一模一样的就行。你不是很擅长抄袭吗？这对你来说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们就给我抄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不是，马总，您看啊，您那块地是您自己的，您非得跟人建一模一样的干嘛呀？高总啊，哎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啊，如果这个庄园别墅，你要是仿真的一模一样，以后
你的设计生意啊就会接到手软的。比如说啊，我去剪头发，我拿着这张照片，有几个理发师敢说跟照片剪的一模一样的？啊，你能？那你就是这个。因为脸不一样嘛。什么？啊，我是说啊，我特别同意您的观点。如果我能接到您这个活儿，我估计不久我也就住上大别墅了。这就对了。你要是想变成我呀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啊，对，是。我不想变成你，也不可能给你复制这个宫殿。高一飞，这活我们不接了，别跟他废话。哎呀，你傲气什么呀？就因为你会抄袭，我才给你们高总台阶下的。现在到网上查查你的名字啊，全都是抄袭。而且呀，是在英国，丢人都丢到国外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要么你就利用这个继续抄下去，你还会有口饭吃；要不然，你就趁早离开这个设计界吧。哎，马总，不是你怎么说我都没关系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这嘉诚不一样，这件事情真的有误会。跟他解释什么呀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嘉诚，哎，嘉诚，恐怕是解释不清楚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做设计了，我也不可能给你复制这个宫殿的。拿着别人的劳动成果，直接捡来自己用，这和拿走我设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，高总工作室是做设计生意的，不是复制生意。你找错人了。嘉诚，高总，哎，你们这个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没去哪儿，在外面待了会儿。你手机关机了？没电了？啊。高燕斐那边工作谈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谈崩了。嘉诚。好了，我状态不是很好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我觉得我们需要聊一聊，在工作方面，你一定已经尽力了。不，我压根儿就没有尽力。我要是真的尽力了，我就会把设计忘得一干二净，让它变成一个只是赚钱的工具。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而改变你的信念啊！如果它只是一份有酬劳的工作，那我继续坚持设计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为什么不可以从长计议去选另一份工作呢？当然不可以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不可以？我都还没有尝试，说不定一试就可以了呢。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试，因为你注定了要成为一名建筑师的。我100%可以很确定。你确定有什么用啊？我可以做一个好的建筑师，这样的话我都跟自己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可是未来谁知道啊？最后结果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真的决定改行去做别的，说不定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时候也不早了。到家以后，你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不然我会担心你的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要不然太较真会适得其反。我走了。老婆，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。你现在应该是在庆功宴上哦。我才没兴趣呢，我现在啊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
我相信以后你也一定会设计出更多更厉害的作品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有源源不断的灵感。辛苦你啦，老公。不辛苦。我觉得我用几个月做完的一个设计，别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使用，这不等于是在改变世界吗？所以我要代表世界感谢你。喂，喂，是我。你们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早上嘉诚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已经开始质疑自己了？灵鸟这件事情啊，它表面上说是过去了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。有些人摔倒了是需要别人扶一把，而嘉诚呢，他摔倒了需要自己爬起来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时间了。哎，那个高云飞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宋教授他是不是嘉诚的研究生导师？是啊。那所以灵鸟这个作品是宋教授看着嘉诚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对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哦，我还不太确定。谢谢你啊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喂，小姐，你找谁啊？你好，我找宋院长。哦，院长，我们院长出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一样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就说不准了，我们院长挺忙的。你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帮你转达一下。没事，我明天再来，谢谢。如果有什么事，我帮你转达吧。啊，小静，你在啊？主任，我跟他聊吧。好，那你们聊。你找我爸，是为了易茂的公事，还是叶嘉诚的私事啊？如果是为了私事，我劝你放弃吧。我爸是不会为了你的几句话就被你感动的。没错，我来找宋院长，确实未必是一个好主意。我也不了解宋院长，或许他是一个非常疼爱自己女儿的好父亲。但我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又遇到了你，所以我们不如就把话说开吧。为了一个叶嘉诚，你做这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世间你不累吗？只可惜啊，叶嘉诚他永远都不会念你的好。等到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，你会发现，你当初为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多么的愚蠢。灵鸟报复的事情，难道不就是你为了他而做的蠢事吗？为了他？还真不是为了他，我这是为了我自己。就算为了他，我也无所谓了。恭喜你啊，师姐，捡了一个 loser 回家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，你还这么上赶着。没有多少女人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吧？听说你有未婚夫了吧？对啊，那又怎么样？追我的人还在排队呢。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难道你不想翻篇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？你应该也不会想，我每天都为了这个事情来骚扰你吧？我是真的很烦你。但是这件事情你们想翻篇，你们就翻吧。我的那一页，早都翻过去了。你已经让嘉诚成功的失去了拿奖的机会。灵鸟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没有意义，但是那是嘉诚的作品，那是他的心血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还给他。还？我为什么要还给他？还给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只有看着你们因为这件事情受罪，我的心里才能舒坦。我为这件事情遭罪没有问题，
但你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放过嘉诚？好啊，你离开叶嘉诚跟他分手，我就考虑把灵鸟还给他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做不到的。好啊，你能说到做到，我就能说到做到。但前提是，你必须要提前兑现，并且让外界所有人解除对嘉诚的误会。师姐，你是真的爱叶嘉诚吗？还只是为了表现你有多爱他，连分手都愿意做？不光是分手，只要你能提得出来，我都可以考虑。可惜啊，我现在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。我就是想要看你在我面前低头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俩早就结婚了。不过我也要谢谢你，现在看起来，如果我们俩结婚，那一定是个错误。叶嘉诚这种有理想主义的骄傲男，是一定不会按照我们家给他设定的路线走的。我对他早都不稀罕了。不管我任何时候出现，你和嘉诚都是不可能的。是，现在这样的他出现在我面前，队尾我都不会让他站的。有才华就是一无所有，他跟别人比起来差远了。可是他在我这里，他永远是最好的，他不需要和任何人做比较。而且我还想要劝你一句，如果你永远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，你很难再找到真爱了。你说什么？劝我不自量力。嘉诚，嘉诚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。嘉诚，我说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啊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，怎么啦？机票钱不还啦？不好意思，我给忘了。我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，要不我跟你一块出去取吧？你先进来坐吧。啊。进来坐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屋里有点乱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英国发生的事解决了吗？不解决了。
放弃了？在努力的放弃。太可惜了吧？你接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喂。叶嘉诚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接电话的。你们两个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！怎么，抱着这种侥幸希望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石简愿意跟你分手哎。孙小静，你不要打给我跟我说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。他刚才当面求我，他以为只要跟你分手，我就能把灵鸟还给你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的石简真的太可怜了。不过我拜托你，请你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不管他怎么求我，我都是不会把灵鸟。喂。是宋凯之的女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欠你的那些钱，下次我专门给你送过去好吗？我今天实在是……你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。你为什么要去找宋小静？嘉诚，为什么要去找宋小静啊？我不是故意去找他的。你知不知道你跑去找他，除了送上门去让他羞辱一番，别的无济于事。你知道他在英国是怎么对我的吗？你现在又莫名其妙给他机会让他这样对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竟然拿分手去跟他换灵鸟的设计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我没有真的要跟你分手，我这么做是有我的想法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在一起，未来灵鸟一定会建造出来，所以如果短暂的分开可以换来让他消消气，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的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提以后一定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啊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，你明白吗？我连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预知了我们两个的未来？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掉才对。不是我们，是我要跟这件事情做一个了断。这件事情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你再这么做下去，只会雪上加霜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生气，是我的想法太简单了。我以为让他消消气，或许事情就可以变得不一样。我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去看着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。灵鸟的设计我可以不要，但我绝不能向宋小静妥协。
您随便看看。Thank you。我一回来就想来这家吃了，还需要预约，这么麻烦。你喜欢就好。服务员，上你们这儿最好吃的，快点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哎，好的。赵小姐想喝点什么酒？我们店里新到了几款酒。你问易先生吧，他喝什么我喝什么。不喝酒。那我也不喝了。可以喝一点，我陪你。把那个最新的拿来，我尝尝。哎，好的，马上来。So good。请慢用。反正呢，我不想在天太冷的时候穿婚纱。这几套礼服我已经在伦敦订好了，你的我也一起订好了。哎呀，其他的事情我就都不管了，你直接跟我爸妈商量就行。反正我的要求你们也都知道，到时候我就负责穿着婚纱美美的出现就行。喂，你听到我说什么了吗？你高兴就好。你说，喂，易总，我约到宋院长了，他说他刚吃完晚饭，正好有时间可以一起喝杯咖啡。请宋院长到老地方等我。喂，你不是要走吧？我有点急事要去处理，你先吃，不用等我。喂，喂，喂！哼。喂，哪儿呢？过来陪我喝一杯。我和大俏在一起呢。谁？我的室友好闺蜜。没事，一起带过来吧。地址我发给你，快点儿。宋院长。哟，易总，让您久等了。哪里，您走。我这不正想着出来喝杯咖啡吗？那就好，请慢用，先生。突然约您，没耽误其他事吧？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格兰城工地是不是要完工了？幸亏有您，一切顺利。宋院长，青林这块地方您熟吗？有过耳闻。怎么，你有兴趣？最近我们对这个地方考察过，餐饮业、旅游业在未来的1、2年里边会陆陆续续的发展起来。如果拿下这块地皮，我们希望和您合作。那好啊，回头你发个资料给我看看。城建院明年的大项目也应该不少吧？这你应该知道啊，大城市的地皮紧得很，而且基本都饱和了，都在对外扩张呢。要说这好项目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少了。灵鸟这个项目您怎么看？我想了解一下。哎呀，这跟我们城建院根本就毫无关系嘛。我知道，年轻人的事情小打小闹的，我就不必跟着参与了，你说是吧？我只听说这个项目的发展前景很好，
之前参与过政府项目的讨论吧。加上您的影响力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。易总啊，我看咱们还是聊一聊易茂对青林的看法吧。行，您不愿意聊，那咱就不聊。哎，不对呀，说来奇怪呀，这合着你们整个易家都对这灵鸟有兴趣是吧？易家还有其他人找了您？对呀。也是因为这事儿？对呀。咖啡还不错吧？当然。Come on， 是我不爽，我让你们来陪我喝酒，你们愁眉苦脸的什么意思啊？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帮嘉诚了。他没跟你说需要帮忙，那么意思就是他根本就不需要帮忙，你就不要瞎添乱了。赖俏是吧？你怎么了？我男朋友也掉坑里了。哎，你俩真是亲闺蜜啊！可不是嘛。陈子松他怎么了？也没听你说啊。一见面你就开始哔哩吧啦的讲述偶遇宋小晶的事情，还没轮到我呢，他就用电话把你叫过来了。哎，算了，不想了。我现在只要能够跟他好好的在一块儿，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。那陈子松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股票赔光了，还欠了钱。不可能啊！我怎么不记得发生过这个事儿啊？未来不是早被你改写了吗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时候跟他分手的吧？不是，你俩不是分手。那是什么呀？你后面都知道什么？你全都告诉我吧。不是 ，Excuse me, I didn't catch. What you guys talking about? 哎，要不然我现在不买房了吧？那个首付我先给他救急去吧。你可真得想好了这事儿。你要是现在真把这个钱给了他，将来要是你俩万一真的分手，你还是会因为这件事儿纠缠不清的。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倒是觉得吧，现在一直纠缠不清也挺好的。我就是心疼我爸妈给的钱。哎，不是，我不懂哎，这有什么好纠结的？不就是一个买房子首付的钱吗？那你送给他就好了，到时候他股票挣钱了，再还你个包不就行了？来，耶！坐吧，我今天比较赶时间，打电话约你过来是想聊几句。你最近忙什么呢？还在找工作。那伦敦的事情之后怎么不来找我呀？毕竟小晶是您的女儿，而且我也不想麻烦你。可是灵鸟的事情您心里清清楚楚。你和小晶是我一路看着过来的。小晶，她现在这么做，她这是在报复你，她过分了。你在灵鸟上付出的我都清楚，可小晶，她在你身上的付出我也清楚。我的女儿，她为一个人受到了伤害，为一个人流的眼泪，
作为父亲的我，看着是心疼的。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些，那是因为，无论如何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也会让小金给你一个交代。是，我欠他的，伤害他的，这一切就算我还给他了。你能这么想很好，那这件事情到此为止，就不要让它再蔓延了。我也是这么希望的。那好，既然你答应我了，以后就不要让那么多人今天明天的来找我说情了。谁找过你？他们当然都不会说是你拜托的啦。可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你跟易佩在格兰城项目上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吗？你来多久了？哎呀，好饿啊，点吃的吧。师姐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不会再拿林鸟去做傻事了吗？你是不是让易佩去找宋院长？啊？我努力想让这件事情结束，可是为什么他总是反复出现在我生活中来警告我？你知道吗？我只是想让他安安静静的从我生活中消失，怎么就那么难啊？我知道你想让我振作起来，想让我振作起来有个新的开始，可是林鸟已经丢了，就算他回来，我真的能够靠他平步青云吗？我来是要和你解释清楚，不是石简让我去找宋院长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第一次见到灵鸟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兴趣。而你呢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真不应该对一个女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。一子，我在乎的不是灵鸟，而是石简。一个女孩子愿意用分手来作为代价换回你的理想，这听起来确实挺傻的。不过这么好的一个女孩，你应该感谢而不是责备。我越在乎她，就越不能让她这么做。你太把大家的帮助当成是一种负担了，你太敏感了。所有人都希望你能尽快的站起来，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败而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帮助我，尤其是你。你不希望看到石简伤心，对吗？我对石简的关心确实是多了一点，那是因为她是一个好女孩。不过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只是不希望看到她那么伤心。我是一个马上要结婚的人，我不会逾越这道界限。实际上，不管我对她有多好，不管任何人对她有多好，她不会为之所动，因为她的眼里只有你。怎么，是不是跟嘉诚吵架了？你不说我都能猜出来。真没有。你从小就不会说谎，一点点事脸上就能看得出来。一大早偷偷摸摸的出去，回来眼圈又红红的。你以为妈妈生病就什么都不知道啊？自己的女儿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嘉诚这次从英国回来，没来看我，我就知道你们吵架了。不是因为妈妈的事吧？没有，妈，你想多了。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跟他，我们俩自己的事儿。
嘉诚这次比赛啊，肯定心里很委屈的，也许脾气会对你大一点，你得体谅他。嗯，妈，我去给你买吃的。哎呀，请进。啊，孙医生。啊，我是来取我的复查结果报告的。你女儿呢？家属来了没有？哦，她今天不能来，没关系的，孙医生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。这次要求复查也是我自己要求来的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你的感觉没有错，情况的确变得非常棘手。准确的来说，这个病情啊，现在已经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期，往反的方向发展了。那还有希望吗？医生没事的，你如实告诉我。这已经是我们选择的最佳的治疗方法了。要做的，也就是继续完成这个治疗。至于结果呢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那医生，我想问2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这个消息，你别告诉我女儿，由我亲自告诉她。好，那第2个呢？这个嘛，这要看不同的病人，不同的情况，有的呢是几年，有的就只有几个月。但是你要相信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，尽可能的来延长这个时间。我知道的，医生，谢谢你。现在，新郎可以吻新娘了。起来了？怎么了？做梦了？我做了一个美梦，梦里面我们没有吵架，妈妈的病也好了，她亲手把我送到你的手里，我们还举行了婚礼。可是现实中没有这么完美。现在不都挺好的吗？我害怕，梦是反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在梦里我就已经醒来了，可是我一直都不敢睁开眼睛。我
我怕睁开眼睛发现一切都是背道而驰的。心里背负这么多不安，所以梦里才纠结。都是因为我，对不对？我跟一总明确表示过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容不下其他任何人。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要相信我。我不是怀疑你。难道你是在吃醋吗？所以，你还是很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灵鸟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不能接受易培的施舍，更不能看你在我面前受到任何委屈。我可以离开易茂，我是可以辞职的。天底下不是只有一个易茂，我辞职，工作可以再找，只要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结。起来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你带我来这里，该不会是真的想带我看风景吧？前面有人在等你。谁啊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？很累吧？没事儿，妈妈是想出来走一走，坐一会儿。可是今天不是约了要去医院治疗吗？现在都过了时间了。妈不打算治疗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小姐，妈妈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，好像世界就只有这么大。我现在想通了，我要把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。我要到世界上去走一走，看看更大的世界。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都说这些话？什么剩下的时间？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。等你把身体养好之后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世界。我的复查报告出来了。我在想，我一直在手术，在治疗。我想了很多，既然无望，为什么要做无望的努力呢？剩余的时间，我要享受生活，我要出去看一看，我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。妈，这些结果都是暂时的，这根本就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不能自己先放弃。你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。小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会陪你一起度过所有的难关。可是阿姨自己的意愿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去尊重？怎么了，嘉诚？我妈她一时想不开，你怎么也跟着一块儿糊涂呢？小姐，你错了。我想开了，我想得很开。现在想不开、执着的是你。你要是逼我治疗，我就消失，让你们永远找不到我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你们都接受，我都不可能接受。小姐，你去看看他。您自己小心。嗯。师姐，别跑了，你再跑万一摔了怎么办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你气我可以，但你不能因为气我就站在我妈妈这边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俩的事情而影响我妈妈。我没有，
那你为什么刚才不帮着我说话呢？难道你真的想让他放弃吗？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妈妈，你也真的放弃吗？师姐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件事情只是什么？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？冲动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阿姨的心情我也理解。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回来救我妈妈是做的最值得的一件事情。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我失而复得的心情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接受失去她一次。这种痛苦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什么叫失而复得？小姐，哎呦，妈！什么意思？你不帮我就算了，我自己再努力一次。师姐。想通了给我打电话，我等你。你还好吗？还好吧。方阿姨她现在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吗？我现在不但要研究怎么去救她，还得要研究怎么去劝她。你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，也确实挺不容易的。对了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易总找你，好事儿。进来。易总。坐。你找我？你看一下。方阿姨的事情，张凯已经和我说了。正好我有几个医生朋友，对这方面很了解。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平有限，我这几个朋友帮我推荐了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医院和医生，我已经联系过了。在英国，你和阿姨随时可以去治疗。以目前阿姨的状况初步判断，希望还是很大的。真的有希望吗？当然。可是，如果去英国治疗的话，费用方面是怎么样的呢？因为我查过，就算我卖了房子，恐怕也承担不起。费用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正好这家医院现在在做一个免费的实验计划，我已经和医院沟通过了，把阿姨安排在免费的治疗名单当中了。不对啊，易总，这款药去年在英国已经研发通过实验，一个疗程需要2万英镑，我昨天才查过，不可能是免费的。
这些你不用去考虑，你只需要带着阿姨去治疗就好了。谢谢易总。谢谢您对我和妈妈的关心，但是我们不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您给我的帮助，我无以为报。我不需要回报。这样我就更不能接受了。那这样，额外的费用，从你的年终奖里面一笔一笔扣，怎么样？恐怕我的年终奖早就已经被透支光了吧。那你就做好一辈子为易茂工作的打算。易总，关于这件事情，我想提前跟您沟通一下。怎么？易总，您有没有想过要换一个特助？自从我进入易茂以来，一直状况不断。我觉得按我现在的状态，也一定会影响到工作。我相信别人一定会比我更胜任现在的位置，所以我更不能接受您的好意了。你要离开易茂？但是易总，您放心，我在走之前一定会交接好所有的工作，保证不耽误公司的事情。总之，易总，您对我的好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。我会正式写一份辞职报告交给您。谢谢易总。师姐，你真的要辞职啊？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。你要跳槽，去哪儿？还没找下家呢。你不是要跳槽啊？那你傻呀？你以为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呀？既然你决定要辞职了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告诉你。其实，在方阿姨生病那段时间，易总就很关心她的病情。他安排我在医院上下打点了一切，找了最好的医生。他还一直嘱咐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不过，你都要走了，我希望你明白，像他这么好的老板，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了。除了应酬，平时我不喝酒。石姐妈妈的事情，你清楚吗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我给他们联系了英国的医院，他们的靶向治疗治愈率很高，石姐可以随时带着她妈妈去英国治疗。你说的 CKI 吧？你知道？我向国内的专家都咨询过了，他们也都推荐这个，只是没想到你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只要石简同意。怎么？他不愿意吗？治疗费用对于他来讲可能负担太大了，但是我觉得值得一搏，不是吗？你到底是想帮他还是不想帮他？他拒绝了我。他拒绝了你？为什么？这是我想问你的问题。所以你今天跑过来问我，就是希望我能够去劝他，去接受你对他的帮助。我今天来是想让你帮我另外一件事情。他向我辞职了，他要离开易茂。为什么？
你不知道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他要离开一茂，除了你。叶嘉诚，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是多么的没有信心，或者说你对石简是多么的没有信心。我和你说过，我对他没有企图。如果你想听，我还可以再说一遍。你没有必要非要逼着他离开易茂，他现在已经困难重重了。他如果离开易茂的话，他的压力会很大，他的负担会很重。这是爱他的表现吗？还是说你的自尊心在作祟？李总，我告诉你，首先我从来没有让他离开过易茂。其次，我从来不会逼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情。是，他离开易茂可能一部分原因是顾及我的感受。可你敢说这里面没有你自己的原因吗？你真的觉得你自己那么高尚、那么伟大吗？你们易茂几千名员工，需要帮助的只有石简一个吗？你敢说你对所有员工都是有求必应的吗？还是对石简的感情本来就不一般？你到底是在担心他离开易茂以后他自己的生活，还是担心他会永远的离开你？实际上，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越界了，你仍然在骗你自己。你对他付出的一切都只停留在帮助。你通过自己的不遗余力让他感到愧疚，让他感恩，让他无以回报，甚至令他想要逃走。这不是一种精神上的占有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说的不求回报。你要是真爱他，你就应该废除与赵文文的婚约，光明正大的去追求她，光明正大的与我来竞争。你敢吗？我承认，我之前确实没有想过放弃家族的利益，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所以，我理解你对理想、对事业的追求、渴望，但这不代表我对石简的感情是假的，只是我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。我以为我这么做是对他好，没想到给他造成了负担，造成了障碍。我以为我可以不求回报，可是我内心还是在渴望，还是有所取。你的话点醒了我，谢谢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没有任何利益权衡的想去对一个人好，这种迫切，这种心甘情愿，是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。在这之前，没有任何一个女孩可以牵动我一丝一毫的情感，除了石简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爱。如果是爱的话，它太陌生了，我不懂。虽然我享受其中，但是我不擅长，所以我请你告诉我，我该如何做，他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。我可以推到后面，哪怕他对我一点感激都没有，这不重要。或者说，我去扮演那个恶人，我让他恨我，我让他讨厌我，只要他幸福，他快乐，我就满足了。你不接我电话，还是因为阿姨的事情在跟我生气吗？你知道我只有我妈一个亲人。伊贝已经联系好了英国的医院，这次靶向治疗其实是很有希望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和你一起劝阿姨去英国的。你都知道了。小姐，我认为你这次没有必要拒绝易佩对你的帮助。
这是我自己的决定，和你没有关系。我没有任何想让你离开易茂的意思，我也没有不信任你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也应该要离开易茂。小静，妈妈的事情我会想办法，我一定会带她去英国治疗，不会放弃任何一丝的希望。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？起码我有你在啊，还有俏俏在，你们都在帮我。我现在怎么帮你？我自己深陷泥潭，我现在一无所有。你在我身边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，有你在，我就不会害怕。小姐，这种帮助真的很苍白。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大不了我就去卖房子，再大不了我就去借钱，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借钱？你找谁借啊？你怎么偿还啊？你如果真的离开了易茂，你连一个基本的收入都没有，我不能让你这么铤而走险。喂，俏俏。小姐，你快来救救我们！我跟子松被人堵了，子松被人给打了。你怎么了？你先别哭，你在哪里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躲在这儿？陈子松呢？没人跟着你们吧？没有啊。走。我跟俏说，让他不要跟你们说。这本来什么事都没有，他现在一说，反倒跟我有什么事儿一样。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了，还什么事儿都没有？为什么不报警啊？我不能报警，一报警就暴露了。你不知道那群人有多凶，他们都追到我们寝室了。我现在连寝室都不敢回。到底欠了多少钱？下手这么重？小姐，我把房子退了。什么？你把房子退了？你要把这些定金拿去给陈子松还钱吗？他都被人打成这样了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他被打死吧？那是高利贷，那是无底洞，你钱进去了之后是不可能出来的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这些钱都是你爸爸妈妈留给你买房子用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了呀。我爱他，我要救他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叶嘉诚的身上，你会坐视不管吗？小姐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任何事，但是这一次你得帮我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怎么帮你啊？他们要求在1周之内付掉1半的欠款。多少钱啊？100万。100万？这还是1半？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我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我现在自己的情况你也都知道，我是自身难保。我现在是想要帮你，但我有心无力啊。我知道，那你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呀？我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啊？一培，能求他帮忙吗？他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呢。不行，易总人家为什么要帮我们呀？只要你去求他，他肯定愿意。哎呀，不行就是不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的。只是以我们现在的能力，只能一点点慢慢还了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他向我保证了，以后再也不碰股票了。你相信我。俏俏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程子松，他根本就不靠谱。他现在自己出了事儿，他就过来找你要钱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点感情的事情就被他蒙蔽了双眼。我知道了，从一开始你就看衰我们，现在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见不到我们幸福。俏俏，我是真心在为你好，我不希望再看到你受一次伤。他对你忘恩负义，把你给抛弃，这些我都是亲眼见证过的。我不希望你再重蹈覆辙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可是就现在，他只要这一刻还爱我，我就会拼尽全力去帮他。
你帮帮我好吗？你别再劝我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要不要帮我？好，就当我没你这个朋友。你不愿意帮我去求，我自己去求。易总，易总，你来了正好，坐下，帮我搭把手。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这是在拼伦敦眼吗？可惜没有买到伦敦眼，我只是把所有有关伦敦主题的都买回来了。天气还不错。易总，你什么时候来伦敦的？你来这儿该不会是……生意上的事情，顺便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到你。你第一次来伦敦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怎么找人？怎么样？没后悔和我一起上来吧？这是私人 VIP 包厢，本来今天是不开放的。那你是怎么说服他们的？我跟他们讲，你是来找男朋友的。如果我没有在你找到男朋友之前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在伦敦眼跟你表白的话，可能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，可能要永失我爱。这个理由还不错吧？那他们真的相信了？还祝我成功了。你不会真的相信了吧？易总总是喜欢拿我开玩笑。既然上来了，不如好好享受一下。Cheers。易总，帮我个忙，找一块绿色连接片，跟这个一样。还缺一个。你来找我，想清楚了？我来找您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叫赖俏，上次您在医院见到过。有印象。他现在出了一点麻烦，也许会来找您。什么麻烦？她的男朋友炒股赔了好多的钱，还借了高利贷，现在钱还不上，所以就被各种追债。所以我担心，他有可能会来找您帮忙。可是您千万不要答应他。他为什么会认为我会帮他？也许他觉得，如果我来向您求助的话，您也许不会拒绝。可你并不愿意求我。陈子松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他们俩
结婚根本就不会有好的爱情。我现在这样反而是在帮他，他不能再越陷越深了。他们的爱情只会伤到他。但他并没有听你的劝告，对吗？他就是一个深陷在爱情里面的傻瓜。谁又不是？在找什么？奇怪啊，我明明特意配了一对小朋友，可是……可是，现在只剩下男生了。